病的第3年，未婚夫的青梅主动说要给我捐肾，他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肾可以给你，把锋利让给我1年好吗？弟弟则横眉冷对，欣欣姐都这么求你了，你难道没有良心吗？锋利也软了声音，你只是失去了我1年，欣欣可是马上失去了肾脏啊！我满头问号，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不仅不要肾，也不要烂男人，我穿书成了霸道总裁的未婚妻，恶毒女配的标配，家世优越，眼高于顶，还是抢了女主肾的那种。我看着坐在病床上，身体抽抽的疼。眼前的女主穿着洗得发白的旧 T 恤，一头黑发瀑布般垂下，端地是我见犹怜的小白花。她咬了咬嘴唇，局促不安地扣着手指。周小姐，我知道我和你的肾是匹配的，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把锋利让给我1年，就1年好吗？我爱了他那么久，周小姐，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听着少女怯怯的声音，头疼得更厉害了。这女配什么都好，就是身体和脑子不太好。我叹了口气，对着她摆了摆手，林小姐，我还没死呢，不必给我哭丧。你的肾我不需要，锋利你要是喜欢，你就拿去吧，反正我不要这烂男人。林欣欣抬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大眼睛里盈满了眼泪。周小姐，你何必说反话来激我呢？我知道你也很爱锋利，我真的只有最后1年了。她抹了把眼泪，声音颤抖，我不贪心，我会把锋利还给你的，周小姐。我得了癌症，马上就要死了。我心里小声逼逼，你哪里是只有1年啊？之后你还有带球跑回国，重逢追妻，火葬场的800张剧情呢。可我是真的只有1年，就要被你心心念念的锋利搞死了呀！我刚想开口，就看见不情不愿走进来探望的原主的院中弟弟周书元。周书元看到林欣欣的那一刻，眼睛都亮了。欣欣姐，你怎么来了？他看到眼前少女眉目含愁、楚楚可怜的样子，转头就把水果重重地敲在桌上，对我怒喝道：周书瑶，你为什么要欺负欣欣姐？你不知道她身体不好吗？我气笑了。身体不好的究竟是谁啊？你亲姐姐病了3年，面色苍白地躺在病床上。合着你眼里只有小白花女主是吧？林欣欣握着周书元的手腕，诚恳地摇头。周小姐没有欺负我，我是自愿换肾给她的。我的时日不多了，我只是想再多看看锋利几眼。说着又哽咽了，长长的睫毛眼下，双手捂着脸转过身去。少女瘦削的脊背猛烈地抽搐起来。周书元还要说话，林欣欣就哭着跑了出去。周书元看着面无表情的我，咬牙恶声道：周书瑶，你好恶毒的心啊！你等着我告诉锋利哥。我倒是心情毫无波动地把玩着手指，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按照剧情进展，今晚确实能见到这3人在我面前再上演一场好戏。晚上的时候，果然见到了3个人一同前来。林欣欣跪在地上，哭得梨花带雨。肾可以给你，把锋利让给我1年好吗？弟弟则横眉冷对，想要抱起倔强跪着的林欣欣。欣欣姐都这么求你了，你难道没有良心吗？一向冷面的锋利也软了声音。舒瑶，你只是失去了我1年，欣欣可是马上要失去了肾脏啊！这时候的锋利还没有发觉对林欣欣的深爱，对我这个名义上的未婚妻还是有几分尊重的。但是想到小娇妻林欣欣带球跑之后，锋利状若癫狂，将我虐待致死的剧情，我还是打了个冷战。我状似无奈道：好吧，既然你们都是这样想的，那就解除婚约吧。周书元撇了撇嘴：周书瑶，你还装？你这副样子肯定是要在背后搞小动作，谁不知道你为了锋利哥什么事情做不出来？林欣欣也一副很不相信我的神情，嗫嚅道：周小姐，我真的没有在逼你，我只是想得到你的同意和祝福。周书元搂着她的肩，安慰道：你放心，他不同意，我会找爸爸来做主，不会再让这个狼心狗肺的恶毒女人欺负你。我气得咬牙，还是强装微笑，对周书元挥挥手：书元，你过来，我有话和你说。周书元不疑有他，一脸不耐烦：你又想说什么？我挥起手，使了十足的力气，甩了他一个耳光。这具身子弱，这一巴掌让我自己都晕乎乎的。富家少爷周书元哪里受过这种气，捂着通红的脸，一脸不可置信：周书瑶，你敢打我？他想要冲过来撕扯我，却被锋利和林欣欣按住了。锋利皱了皱眉：书瑶，你之前不是这样的，就算书元说的不对，也是太为欣欣着急了，和弟弟道个歉吧。我笑了，女配之前是怎么样的？为了你这个烂黄瓜做尽一切，生活上温柔小意，体贴细致，事业上为你打点公司，累得浑身是病。你倒好，没有半分感激，还直接把女主跑路的锅推到周书瑶身上是吧？周书元见到有人支持他，嘴里还是不干不净：你是什么东西？真以为自己多了不起了？要不是锋利哥和欣欣姐忙前忙后，你名下那几家公司早就活不了了。你看我们谁喜欢你呀？你还不是仗着爸偏心你，看你病着活不了几年。我坐起身来，撑着病床，吸了口气，又扬起手来，给了他一个耳光。上一个耳光是因为你对我，你的亲姐姐出言不逊，这一个是因为你不分是非黑白。公司的危机还不是你口口声声的欣欣姐做事不专，泄露公司机密导致的。周书元捂着脸，一脸不服气。林欣欣则哭得更厉害了，
兔子眼睛红红，好像我做了对他十恶不赦的坏事。我虽然病着，但不是死了，要不是我彻夜联系人补救，我又怎么会病情加重？等到你们这些蠢货来救，早就喝西北风了。周淑媛，你以为你如今的好日子都是靠谁？我眼神凌厉，瞪着他。周淑媛，你要是再对我口出狂言，你和你那个爱作妖的妈一起滚出周家。听到我提到林丽娟，周淑媛彻底怒了。你别忘了，她就算不是你亲妈，也是你名义上的母亲。这么多年，你有尊敬过她吗？有叫过她一声妈吗？我反唇相讥，我妈还没死的时候就爬上周志远的床，使尽了不正当手段上位的女人，你还想让我怎么尊敬她？这么多年靠我开着公司养你们这一家子，我没让她叫我妈就不错了。周淑媛见我半分面子都不给她，要气疯了，口不择言。周书瑶，你死了之后，公司还不是我的？你鸠占鹊巢，占着公司那么多年，真以为你是周家真公主了？真以为离开了你，我们都活不了吗？我笑了。周淑媛这是在愤怒中把真话都说出来了。周淑媛真是把林丽娟刻薄自私、浅薄无知的样子学了个10成10。女配就算再怎么娇蛮跋扈，工作的能力确实是顶尖的。作为单纯无知、天真善良的小白花女主的对照组，女配能力强，家世好，却不近人情。除了爱锋利、爱得头脑发热之外，是个妥妥的事业型女配。谁也不知道，这番不近人情是因为日日夜夜跑生意，养活这一大家子又蠢又贪的货色。现在这些人不仅不念她的好，还要吸她的血，吃她的肉，盼着她死。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死得那么快。我倚着身子，对周淑媛笑得温柔。不过周淑媛，你为你暗恋的欣欣姐说话的同时，也要注意点自身的位置。你和你那没用的老爹多次挪用侵吞公司资产，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但是我周书瑶是管公司的，不是专门闭眼睛的。锋利终于听不下去了。好了，周书瑶，周叔叔也是你父亲，林欣欣也大茶。是啊，你们都是一家人，何必如此呢？毕竟钱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你们的亲情是无价的呀。我对上林欣欣和锋利恳切的眼神，似笑非笑。周淑媛咒我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制止啊。对着林欣欣勾了勾手指，你的肾我不要，你喜欢的男人我也不要。你不必主动捐肾，还委委屈屈的，像是我逼迫你的一样。不过林小姐泄露公司机密，按理来说是要开除的，还请林小姐自行递交辞呈吧。毕竟我不想闹得太难看。林欣欣白皙的小脸涨得通红，捏着旧 T 恤洗得发白的一边，一副不堪折辱的清高模样，支支吾吾了半天，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看得头疼，对着锋利说，过几天我会走解除婚约的流程的，你到时候也配合一下，我们日后再无瓜葛了。不过我外公给你练手的那几家公司也应该还我了吧？锋利一脸震惊，似乎是想不到平日里对自己说一不二、温婉贤淑的未婚妻，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的确，我传书进来前，周书瑶对锋利真的是爱得死心塌地。他说往东，周书瑶绝不往西。其实锋利本不该是周书瑶的联姻对象的。锋家是商界新秀，但若是和 Old Money 的周家相比来说，还是要逊色不少。是我对锋利一眼万年，死缠烂打，为了和锋利联姻，做尽了傻事，不顾外公的阻挠，和锋利订立了婚约。我以为就算锋利是块石头，也能捂热了。一开始的确是这样。我和锋利不说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但我们也默认了锋家和周家未来是利益共同体这一事实。原著中是锋利带着他的青梅，主动说可以给周书瑶捐肾，外公因此也缓和了对锋利的脸色，甚至主动把周家的几家子公司交给锋利打理。原著中的周书瑶对主动换肾的林欣欣也有7、8分感激，就算他提出肾可以给你，把锋利让给我1年，这样无理取闹的要求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周书瑶有求于他，再者，谁会和一个得了癌症的将死之人计较？甚至还有几分小娇妻的得意。我看上的男人果真迷倒众生，只是周书瑶低估了林欣欣的魅力。作为女主，虽然她一穷二白，穿着最朴素的衣服，也能轻而易举地让锋利折服在她的16裙之下。就连原主那个谁都瞧不上的纨绔弟弟周淑媛，也是对林欣欣爱得深沉。原书中对林欣欣不吝赞美之词，她天真无邪，像一朵最纯洁的茉莉花。她清新善良，让锋利在不知不觉中深深爱上了她。林欣欣给我捐肾后，自觉退出了周书瑶和锋利之间，留下一封绝笔信，默默出国等死。锋利却在这个时候明白了自己对林欣欣的深爱，险些发了狂。他将小娇妻的跑路归咎于拿了他肾的周书瑶身上，对原主可谓恨之入骨。锋利本就是商业奇才，有了周家和周书瑶外公给他打理的那几家子公司，更是如虎添翼。他仗着锋家势大，对周书瑶极尽折磨，使了不少阿杂手段，什么找人轮成周书瑶，挖出周书瑶体内林欣欣的肾，甚至使用强迫手段让周书瑶染上毒瘾，凡是人能想到的恶毒手段，一律不吝啬地用在周书瑶身上。冷眼看着他毒瘾发作，日日夜夜生不如死。
看不出来，这锋利还是个妥妥的法制咖，要以别人的苦痛彰显自己的深情。周书瑶死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块好肉。曾经的天之娇女披头散发地躺在垃圾桶旁边，身上是满是秽物，瘦得皮包骨头，在凛冬中了此残生。只是这本骨早霸总文还是妥妥的 HE。林欣欣的癌症是误诊，而且走的时候已经怀上了锋利的孩子了。男主折磨周书瑶致死后，还有林欣欣带球跑回国重逢追妻火葬场的800章剧情。后来锋利和林欣欣岁月静好，一胎8宝，儿孙满堂。只有周书瑶受伤的世界达成了。既然我来了，首先要做的就是保全自身。我打开手机，看着那个黑名单里尘封许久的电话号码，沉思半晌，把他从黑名单里拉了出来，厚着脸皮试探性的拨出去。谁想到嘟嘟响了2声，那边就接通了。周大小姐，稀客呀，怎么想起我了？我还没措好词，属于周书瑶这具身体的酸涩感情就翻涌起来，我声音不可避免地带了几分哭腔。淘淘，是我看错人了，对不起，全天下只有你对我最好。那边明显慌了阵脚。书瑶，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等着，我现在就来找你。我吸了吸鼻涕。好，陆桃速度很快，约莫10几分钟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了病房。淘淘，怎么这么快？他有几分心虚，刚好在附近处理公务，我没戳穿他，心里清楚，这傻丫头估计一直默默守在周书瑶身边。原著中周书瑶没对不起任何人，独除了他的发小陆桃。陆桃心疼地擦拭着我脸上未干的泪痕。我看到了你和锋利解除婚约的消息了。怎么，还是因为他难过吗？我紧紧抱住他。不是的，是我主动提的解除婚约。他瞪大双眼，十分震惊。书瑶，你可算清醒了。那锋利可不是个好东西，带着凉意的手慢慢摸着我的头发，举止温柔。我还以为你要因为一个男人断了我们10几年的姐妹情谊，我有点愧疚。我穿书前，周书瑶的确曾经因为陆桃的对这段婚约的强烈阻止，而多次对陆桃口不择言，甚至冷笑着嘲讽陆桃：“你该不会是嫉妒我找了锋利这个好男朋友吧？”而陆桃眼中水光朦胧，我们可以说穿一条裤子长大的，你就这么想我，我都想打原来的周书瑶2巴掌。怎么敢对着真心实意为自己着想的陆桃说出这么娇妻的话的？恋爱脑是要去挖野菜18年的。那之后，周书瑶和陆桃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我低着头讷讷道：“对不起，淘淘，之前的事是我不对，被猪油蒙了心，一颗真心所托非人。”陆桃灿然一笑：“书瑶，我们什么样的情分，还说这些？”我摩挲着陆桃娇嫩的手。她这一生本该平安顺遂，当个娇小姐，却因为和周书瑶情同姐妹，多次针对锋利和林欣欣，被锋利深深记恨。林欣欣带球跑之后，陆家更是被崛起的锋家疯狂打压。陆家破产后，陆桃的日子很是不好过，被他人凌辱践踏，一双白玉般纤细修长的手伤痕累累，皲裂可怖。我和陆桃不过是衬托男主深情的怨种工具人。我看着他，目光坚定：“淘淘，以后我会保护你的。”陆桃娇嗔地瞪我一眼，还说这些，你先当心自己的身体吧。我这些天给你找了国外的名医，明天咱们就转院换个医生，别让这些烂人扰了你清静。他想到什么，欲言又止，嘴巴张得又闭。淘淘，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书瑶，锋利是个睚眦必报的性格，我只怕你接下来的日子会不太好过。我冷笑一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不仁不义，我也不会怕了他去。陆桃的预判的确不错，我的助手效率很高，尽管锋利那边不甚配合，但是很快锋利和周书瑶解除婚约的消息就登上了报纸头条。锋利又来病房找了我几次，都扑了空。和护士一打听，才知道我早就转院了。他居然慌不择路，联合着我的便宜老爹周志远，找到了我外公那里。我收到消息，赶到外公家的老宅的时候，还没进门，就听到周志远的大嗓门：“爸，您说我好心好意给书瑶找了个这么好的丈夫，书瑶说不要就不要了，这多不合适，是吗？那这事儿是书瑶做的不对了。”周志远上赶着，声音极尽谄媚。而且小峰这孩子，爸你也是见过的，多厉害一个小伙子。有他，我们周氏集团可不是后继有人了吗？我还没死呢，就开始想着让集团改头换面了。透过帘子，隐约可见周志远斜斜倚在地上，给外公捶着腿，还不忘和外公编排我。书瑶这孩子真是辜负了小峰的一片苦心。外公点点头。书瑶从小被我宠着，莫不是宠坏了？锋利接茬，声音难得失了几分冷静自持。对呀，我可是费心费力给书瑶找到了匹配的肾源，我对瑶瑶的真心是天地可见的。外公摸狗似的安抚锋利，小峰是个好孩子，书瑶这丫头的健康啊，是我一直担心的事情。周志远见到外公神色和缓，又开始打起那几家子公司的主意，而且书瑶居然因为一点小矛盾，拿您那几家子公司威胁小峰，这的确不合适。周志远顿了顿，叹了口气：“您有所不知，小峰现在在开发新的产品线，正是需要资金支持的时候。资方知道小峰背靠着周家，又有您那几个现金流极好的公司支持，才肯下血本支持。书瑶这不懂事的孩子这样一闹，
资方很容易没有信心的，我听不下去了。这两个小瘪三一肚子坏水。你的真心就是找个爱慕你的女人给我捐肾，好顺理成章三妻四妾是吧？我冲进去，看着锋利这张人模狗样的脸，啐了一口，少拿你这种狗见到都嫌弃的真心恶心人了，和你的小青梅和和美美一辈子吧，我就不掺和了。少在这吃着碗里瞧着锅里，既然答应了和林欣欣在一起，就别再妄想从我这边得到半分好处。外公拄着拐杖，颤颤巍巍站起来，面色严肃。小风，是真的吗？锋利的脸红了又白，苍白无力的辩解，不是这样的，外公，欣欣她很善良的，只是想我陪她1年。胡闹！我活了70年，就没过这样的。外公气得拿起拐杖往他背上砸去。锋利痛得闷哼一声，他当惯了锋家说一不二的领头人物，莫说挨打了，就连被忤逆也是没有的。倒是时常以上位者自居，对员工下属动辄打骂。原著中居然以锋利让腿脚不好的管家爬上珠穆朗玛峰，来寻找林欣欣喜欢的传说中的天山雪莲，来衬托锋利对林欣欣的深情。我只想痛斥一声，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肮脏的血液。此刻未来的铁血霸总呆呆地坐在椅子上，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周志远看着锋利挨打，于心不忍。爸，小峰年轻不懂事儿，外公脸色铁青，拐杖下一个就落到了他的腿上。他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是吗？这么大的事情居然瞒着我，什么烂人都给我们家舒瑶领来。舒瑶不是你亲闺女吗？周志远这些年沉迷酒色，骨头都在风月场里酥软了，一挨打站都站不稳，直接一个不查跪在地上。我抢过拐杖，扶着外公，您年纪大了，打人这事儿我来。我举着拐杖就往锋利脊背上挥去，这一下是因为你见异思迁，既然知道和我有婚约，还心心念念着外面不三不四的关系。锋利眼底一片猩红，端地是7分深情3分不舍。舒瑶，你打我吧，只要你消消气，别解除婚约就好。是不是因为我病着下手不重，让他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我表面绝情冷淡，实则对他还是舍不得下重手？我深吸一口气，用了10乘10的力气朝他的腿上挥去。这一下是因为你以怨报德，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和外公帮了你多少。话还没说完，只见他头上冷汗涔涔，英俊的脸皱成一团，捂着裆部痛哭出声。糟糕，好像打错地方了。我虽然想让他断子绝孙，不得好死，但是没想过手动帮他绝育呀。周志远到我油盐不进，也不演了，神色怨毒地看着我。周书瑶，你真是坏到骨子里了。我玩着拐杖，居高临下，再说一句，我看你另一条腿也不想要了。他吓得浑身一抖，见了恶鬼似的，趔趔趄趄扶着锋利跑走了，生怕我再追上来给他几棍子。只是锋利回头看我的眼神，像是淬了毒，让人心惊胆战。看周志远那副护犊子的样子，我抿了抿嘴，感觉不对劲儿。我怎么感觉我不是周志远亲生的，反而锋利是呢？陆桃听到了周志远带着锋利闯入老宅的事情，也惊讶无比。他在 A 市有些人脉，1天之内就帮我调查好了。我的确是周志远亲生的。锋利虽然不是，但是和周志远关系也匪浅，他是周志远初恋的儿子。周志远这一生女人无数，最爱的自然是初恋和现在这个周淑媛的生母林丽娟，最厌恶的当然是已经去世的我妈。毕竟天天看老丈人的脸色，软饭还要硬吃，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点点头，难怪周志远如此护着锋利呢，怪不得。原著中虽然周书瑶把锋利得罪了个透透的，就连闺中密友陆桃也因此被牵连，结局潦倒，但是周志远和周淑媛居然能全身而退，甚至乘着锋家崛起这股风头，将周氏集团改头换面。陆桃看着助手的报告浅浅一笑，把橘子喂到我嘴边。还有一件事特别搞笑，你未婚夫那小青梅林欣欣之前不是把你们公司机密泄露出去的吗？你猜猜是谁指使的？我嚼着甜滋滋的橘子，随口一答，怕不是周志远吧？ bingo， 我满头问号，周志远是脑子被门夹了？谁知道呢？被你架空久了，想拿回权力了吧？但凡你这件事处理的有半分差错，他高低会联合几个高管给你难看。这件内斗的事情太玄幻了，以至于我只能用2个字简单点评周志远：蠢货。陆桃慢条斯理，林欣欣这傻白甜不知道自己被周志远当了枪使，但是她那好男朋友却知道得一清二楚。甚至我怀疑林欣欣能泄露出去，也有锋利怂恿的因素在里面。这怎么说？你以为只有周志远想你下台吗？锋利自然也想，他可不想像周志远一样软饭硬吃，而是要直接夺了你的权，废了你的位，另起炉灶。到时候别说是一个林欣欣，就是李欣欣、王欣欣，10个8个女人，他也没在怕的。不愧是霸总男主，思路都是别具一格的。我鼓了鼓掌，这叫什么？这就叫软饭男的进化。陆桃坏笑，你猜猜，若是林欣欣知道了自己是被深爱的人当了枪使，他会不会对他深深信赖的锋利产生怀疑呢？我的私家侦探传来的消息让我很是欣慰。这些天锋利的日子很不好过，不仅公司运转是个大问题，
而且小娇妻林欣欣不知从哪里知道自己是被他当了搞垮未婚妻的工具人。良心未泯的林欣欣哭着问他，在你眼里，权力比什么都重要吗？锋利，我也是信了你的话，才会做出泄露机密这种蠢事的。锋利此时对这个向来疼爱的青梅也是有几分烦躁。你以为你是谁？能和整个锋氏集团的未来比吗？林欣欣泪流满面，抽抽噎噎。所以，我爱了你这么久，你对我就连一点点心动都没有吗？这时候，锋利本就为集团资金链断裂的事情忙得焦头烂额，哪还有心思谈这些情情爱爱的事情？林欣欣，你别太痴心妄想了。要不是因为你那荒谬无比的要和我在一起1年的条件，周书瑶又怎么会突然反水？是你当时说主动给书瑶捐肾的，现在倒好，我因为这件事惹得一身骚，现在那些资方大佬全部跑了。我现在肯养着你，女人，你应该对我感恩戴德才对。你怎么敢？话音未落，林欣欣手中的咖啡泼了他一脸。锋利，算是我看错你了。之后我们桥归桥，路归路，他没想到自己养的一朵小白花，居然是霸王花。咖啡顺着锋利的金丝眼镜哐地落下来，锋利熨得妥帖的白衬衫此刻沾上了大片咖啡渍，好不狼狈。我看着私人咖啡厅里这段精彩绝伦的录像，不由得为女主的骨气鼓掌。陆桃摸着头发翻了个白眼，你可别掉以轻心，这些天听说国外有个科技新秀向封家抛出了橄榄枝，我担心封家能趁着这个公司的支持起死回生。我心思一动，是创始人史密斯的那个吗？陆桃略带讶异，怎么这你都知道？何止知道，原著中导致周家败落的不单有锋利的不断打压，给出致命一击的就是这个皮包公司史密斯，打着合作共赢的旗号骗走了一大笔钱之后嚣张跑路。本来依着周书瑶的聪明才智是不至于被这种伎俩蒙骗的，奈何当时已经走到了绝境，慌不择路了。史密斯公司又深谙此道，包装的天衣无缝，是个十分专业的骗子公司。再加上当时锋利有意无意的渲染助推，原主自然是对史密斯公司信赖无比。现在病急乱投医的变成锋利，那就好玩了。我对着面带疑惑的陆桃点点头，那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皮包公司。陆桃眼睛一亮，那不是正好？我拍拍陆桃的肩膀，正好让我们帮锋利一把，推波助澜一下。人心不足蛇吞象，锋利这些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要他连本带利吐出来。得到史密斯公司支持之后，锋利可谓春风得意，不仅在新闻发布会上高调展示和史密斯公司联合策划的几款新产品，还在社交平台上暗戳戳内涵我。周家家大业大，我们封家还是比较务实，不愿意受人制限。解除婚约的事情，主要是我们不太合适。我到底年轻气盛，恐非周小姐和她外公所期待的事事妥帖，逆来顺受，陆桃都要对她张口就来的本领竖起大拇指。这些年逆来顺受，任她使唤的明明是你。我看着锋利在 ins 上悄咪咪抛出的和林欣欣的最新夏威夷出游照，林欣欣身上穿着当季推出的高定，手提香奶奶，挽着锋利，两个人脸上都带着冰释前嫌、畅意幸福的微笑，不得感叹一声，看来锋利又哄好了他的真爱林欣欣啊。我这么多年还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不过这段感情终了，我也会好聚好散，为他的事业送上寿衣。我和史密斯公司达成了协议，教他们如何国内不遗余力地宣传这位事业有成、战略天才的史密斯先生。不收费，只有一个条件，盯准了封家这块肥肉薅，还要感谢锋利的心狠手辣，教出了我这么有用的招数。以彼之道还施彼身。陆桃敲敲我的脑壳，少在这贫嘴，快去吃药。这些天我在陆桃花了好大心思请的名医照料下，病已经好了大半。只要再找到匹配肾源，相信就能与旁人无异了。好好好，陆大小姐，小的这就听你的。得到封家破产的消息比我想象中早，我刚到公司就听到陆桃急急忙忙闯来，好消息，封家破产了，看来史密斯公司的技术还是炉火纯青嘛。我抿了口咖啡，这不是意料之中的事儿吗？别这么激动，陆桃好不容易顺着气。坏消息，你上热搜了，还是黑热搜。我点进热搜，只见到林欣欣那张巴掌大的小脸，哭得动人，任谁看了都要心疼3分。我知道我是个穷人，又是平民，我的渗入不了周小姐的法眼，只是周小姐不应该颠倒黑白，污蔑我做小三。我从没想介入过你和封先生的婚约里面，我和封先生真的是清清白白的。封先生带着我找你，真的只是看周小姐病得厉害，还有周淑媛出镜，信誓旦旦，欣欣是被锋利哥领着主动给姐姐捐肾的，却因此被姐姐误会了。锋利哥帮我们周家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周书瑶却不顾我和爸爸反对，执意把锋利哥赶出董事会。现在锋利哥面对财务窘境，他还要落井下石，两个人三言两语就要盖章，一切只是误会。我冷笑一声，锋利和林欣欣这是狗急跳墙啊，自己不好过，别人也别想好过。只是他们低估了我，我不是会因为舆论动向改变主意的性格。陆桃忧心忡忡，我看评论里面的水军都在说是你仗势欺人，不仅误会了锋利和林欣欣的关系，还借此开除林欣欣，针对锋利。
还有人说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不配要林欣欣的肾，活该病死。陆桃的手越往下滑，脸色越是难看。还有个评论顶在前排，说他见过你在公司徒手狂扇林欣欣30个巴掌都不带停的。甚至还有人说你让林欣欣边磕头边给你干活的。我无奈服了，这都什么跟什么？陆桃面色严肃，舒瑶，现在的风评对你很不利，加上还有你亲弟弟为锋利和林欣欣说话，让人很难不相信。我现在就联系人把热搜压下去。我摇摇头，这样我就真的被他们拉下水了。网友肯定会以为我是心虚，所以压热搜的。这样，锋利之前联合周志远来我外公的老宅里闹了一次，老宅里面是有摄像头的。我问问外公记录还在吗？陆桃担忧地把手放我肩膀上，不需要我帮忙吗？我摸着他的手安抚道，小打小闹不成气候，有这个视频就够了。外公那边听到我受欺负，急得不得了。莫说一段小视频，哪怕天上的月亮都肯帮我弄下来。我亲自动手剪辑解说，把这一段捐肾不成还要道德绑架的来龙去脉解释得一清二楚。锋利之前和林欣欣秀恩爱的照片早就被他悄咪咪地删光了，不过没关系，我这里真凭实据多得很，甚至还有锋利挽着林欣欣在妇产科做检查的照片。视频最后我还添加了一段点评，也许这就是林欣欣小姐口中的清清白白，恕我无法苟同，只能赞助林欣欣小姐和锋利先生一胎8宝，100年好合。至于我们周家曾经对锋利先生公司的支持和投入，就当作是喂狗了吧。把锋利赶出董事会，正如周淑媛所说，的确是我受益，我也曾后悔过，后悔醒悟的不够早，做事不够绝，没能像锋先生和林小姐一样如此厚颜无耻，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视频通过我的个人社交平台放出，舆情很快反转，甚至于一夜之间，我个人粉丝数突破了10万。底下的评论更多的是对可爱外公的赞扬，战斗外公铁血护崽。至于周淑媛，我虽然没有在视频里明戳地点破她，却在评论里面雇了水军，把她和多个知名女星无缝衔接的花边新闻爆了出来。网友对周家这位吃里扒外小公子本就十分好奇，顺藤摸瓜，在陆桃的有心放水下，朝阳区网友更是扒出他疑似嫖娼的传闻。继续深挖下去，居然还能挖出周志远和周淑媛一同进某风月场所享受至尊服务的场景，只能说真加疯了。按照往日的周淑瑶，恐怕会为了爸爸和弟弟忙前忙后，力图压下种种非议。我自然是当机立断，选择报警，并趁着网友热议，亲自出面，一脸痛心的发言：法律面前一视同仁，嫖娼违法，就算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和弟弟，也该接受法律的制裁。我虽是周家的一员，却不会包庇半分。此言一出，本来就翻转的舆论，此刻更是向着我了。而周淑媛和周志远在董事会本就不得人心，这次又做出这么影响公司形象的事情，经过联合决议，被全票同意除名。除此之外，我还连夜变卖这座承载了周淑瑶委屈和血泪的周家别墅，顺便把他们父子俩和林丽娟的东西运到了郊区的小破出租屋里面。想到他们出狱后还能看到自己的东西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出租屋里，一定很激动吧？这是我能留给他们父子俩的最后的温柔。我没想到的是，林欣欣还有脸来找我求情。我没有犹豫，很快同意了，约定见面地点就在他泼了锋利一脸咖啡的咖啡厅。他现在在网络上出了名，对他小三、绿茶女之类的辱骂层出不穷，自然也低调了很多，着装从之前的清纯校花风变成了现在的黑 T 恤加上黑鸭舌帽，并戴上口罩遮住面容。摘下口罩后，我被他憔悴的神色吓了一大跳，原来带着婴儿肥的小脸却像一夜之间老了10岁一样，皮肉耷拉下来，身上却清瘦的吓人，都快瘦成了骷髅。一见到我，话还没说，蜡色的脸上眼泪先要掉下来。对不起，周小姐，我知道要求你的原谅很无耻。她现在哭起来早就没当初那股子楚楚可怜的味道了。我打断她的话，林小姐，你应该知道，我不是锋利，我不吃你扮可怜这套。她噎了一下，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之前我不是故意那么说的。是我忍不住敲敲桌面，点点头，我知道是锋利和周淑媛逼你这么说的，他们就是要让我不好过。你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才迫于无奈开了金口，说出这么没有良心的话。他愣了愣，好半天吐出几个字：周小姐，你怎么能这么想我？但是很快想起来自己来找我的目的，正了正色。不过无论周小姐怎么想我都无所谓了。他停了停，下了好大的决心。我以我的肾做条件，没别的，只是想求周小姐高抬贵手，把之前那几家子公司还给锋利好不好？我也向你保证，我会把锋利还给你，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闻言扑哧一笑，林小姐，之前你泼了锋利一脸咖啡，我还以为你醒悟了，不肯做舔狗工具人了，没想到你还是这么痴情天真。他一脸迷茫，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靠在椅背上，你的肾和烂男人我都不想要。林小姐不会以为他们很值钱吧？至于那几家子公司，也许林小姐不清楚，本来就是我的，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锋利这样潦倒的结局，正是我想看到的。他皱了皱眉，锋利这些天级的头发都白了，你这么爱他，真的忍心吗？我懒得和他多费口舌，我来这一趟不是来听你说他的，不过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不过看林小姐没有悔改的意思，我只好让公安机关教你怎么悔改了。他跌坐在椅子上，还要嘴硬。我又没犯法。我点点头，是没有犯法，不过是在社交平台上散布关于我本人和我公司的不实流言，侵害了名誉权。为了帮锋利周转，讨好黑帮大佬，不惜两个人以身涉险，贩毒赚钱，这更是重罪。他明显急了，戴起口罩，起身就要跑，还不忘问我一句：你怎么会知道？不但知道，还在来之前就帮你收好了证据，报好了警。这下好了，你不仅可以节省下回去的打车费，之后和你心心念念的锋利都能免费的牢饭吃了。我实在是很好奇林欣欣如此恋爱脑的原因。她的母亲是小学老师，爸爸也是单位上的小领导，她又是家中独女。虽然不能算是大富大贵，但是这种家庭的孩子没道理是缺爱缺钱的。除了命定姻缘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解释的理由。他爸爸妈妈知道是我把他送进局子之后来找过我几次，两个人40、50的年纪，工作又体面，此刻却苍老的不成样子，头发花白如老官老妪。一开始还一直哭，求着我能不能松手，放过林欣欣。听到我解释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林欣欣妈妈整个人失去支柱般滑坐在地上，长长的叹了口气。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欣欣居然要为了所谓爱情而捐肾给一个男人，还为这个男人走上贩毒的道路。他爸爸更是暴怒，指着人鼻子骂，都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天天想着钓金龟婿。我都说了不要惯着他，书也不好好读，班也不好好上，现在居然能干出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我的脸都丢尽了。天天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电视剧，真的幻想自己有个白马王子，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吗？这世界上只有自己脚踏实地才最靠谱。他强硬拉着林欣欣的妈妈，一边跟我道歉，一边把她拖走了。我其实也曾有片刻心软，但是陆桃对我说，你想想锋利之前是怎么对你的，在商场上对别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我深以为然，还是陶陶想得远，既然进了这具身体，就要报该报的仇，保护该保护的人。现在仇报完了，就该好好照顾身边人了。我看一直陪在我身边的陆桃，马尔一笑，他拍拍我的脸，别在这儿呲着个大牙傻乐了，我给你约了个新专家，你收拾收拾，咱现在就出发去看病。哦，好。他表面嗔怪，眼底却全是阴阴笑意。正是7月上，正是好时光。